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上期的视频发出了以后呢，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留言，我觉得很有意思。10月11号看到暴跌的新闻的时候，我还挺高兴的，因为我正好在币安的平台上做空套利，赶紧打开软件看看自己发了多少财。结果呢，发现钱没赚多少，仓位却被交易所给强制关掉了。还有人在问，我看到币安上的 ATOM 的 K 线的价格被改了，然后呢又被改回来了。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神操作呀？这两条留言让我意识到，我们上期都在追问爆仓的钱到底去哪儿了，谁在接走筹码，但我们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就是这些中心化的交易所到底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规则，他们有没有权利随意的修改我们看到的数据？为什么你明明做空赚了钱，仓位呢却能够被强行的关闭？现在我们回头看10月11号的那次暴跌，绝对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市场波动，它撕开了中心化交易所最不想让我们看到的那层遮羞布。今天的这期视频呢，我会用2个真实的案例来介绍交易所是怎么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改写了游戏规则。你将会了解到币安是如何修改 K 线的，什么是 ADL 自动减仓机制，为什么空头盈利会被平仓，在加密交易的世界里边是否存在特权阶层？如果你的资产还在任何一个中心化的交易所里边，那么这一期的视频或许是你今年最重要的一次观看。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黑幕，币安修改 K 线数据事件。10月11号暴跌以后，很多人注意到币安上有2个币价格呢几乎归零了， ATOM 从4美元跌到 0.001 美元， IOTX 更加离谱， K 线图上直接显示为0。什么概念呢？就好像你买了一辆电动车，原价40万，突然有人跑过来告诉你这车现在只值4块钱，但同一时间在 OKX 上 Bybit 上其他的交易所里边 ATOM 只是跌到了3美元左右，根本就没有归零。也就是说，这种极端的价格波动只在币安上发生。事情发酵2天以后呢，10月13号凌晨，币安终于发公告了，他们给出了2个理由。理由之一，历史限价单被触发。什么意思呢？币安说平台上有一些挂了好几年的限价买单，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2019年。比如说有人在很多年以前在 ATOM 0.001 美元的时候挂了一个买单，然后呢就给忘了，可能连账户密码都不记得了，而这笔挂单因为价格太低，这么多年根本就成交不了，就一直被挂在那里边。而10月11号暴跌的时候，大量的市价卖单涌入，流动性被完全给吃干净了，也就是说没有买单了，没有人买了，系统这个时候就开始自动撮合这些被遗忘的超低价的买单，于是呢价格瞬间被插针到了 0.001 美元。理由之2是小数位显示问题。币安说有些交易对，比如说 IOTX， 因为最近调整了最小的价格变动单位，导致前端显示不了那么多的小数位，看起来就好像价格归零了，但其实价格没有变，没有归零。听起来好像逻辑挺合理的，也能解释得通，但你绝对想不到接下来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10月13号发完公告以后，有人发现在币安上 ATOM 的低价从 0.001 美元改回了 3.4 美元， IOTX 的最低价从0变成了一个合理的价格。 Twitter X 上瞬间就炸了，无数用户在晒修改前和修改后的对比图，质疑声一片，交易所可以修改 K 线图，那还有什么数据可以相信呢？然后呢，更离谱的事来了，面对舆论的压力，币安又把数据给改回去了。改回去之后，细心的用户发现有些 K 线图，比如说3日线还是修改后的数据，但后来这个 bug 也被修复了。你现在明白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了吗？问题不在于数据改没改，而在于他们居然能改。K 线数据本该是铁一样的事实，它代表真实发生过的交易，不是说随一句话就能够改写的数字。但在币安的这里边，他们却悄悄地改动了数据，不是为了修正错误，而更像是掩盖某些事实，甚至可能是为了减少赔偿、转移风险。如果连最基本的成交记录都能够被随意的改写，那我们还能相信什么？什么是真实的？就在这个时候呢，方程式新闻的创始人 Vida 拿出了币安的订单数据，公开质疑了币安的说法，站出来打脸币安。
为了说它记录了币安的实时推送的订单簿和成交记录。根据这些数据 ，ATOM 确实在$0.001的价格停留了8毫秒，并且成交了47.52枚的 ATOM。IOTS 更夸张，在极低的价格成交了1.1亿枚，也就是说，这不是显示错误，而是真实的订单成交。有人真的在$0.001买到了 ATOM， 也有人真的在这个价格卖出了 ATOM。现在的问题是，币安最开始说是显示错误，要优化前端显示逻辑，但数据证明有真实的订单在极端的价格成交。合一在 X 上说 K 线这个事儿没有动机和理由，完全是团队有人自己脑子发热，没有动机。这个听起来我怎么感觉像是在说坏事儿都是合同工干的，跟我们城管这些正式工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吗？我们来算一笔账。如果 ATOM 真的以$0.001价格成交，那些在这个价格卖出的人是不是就亏惨了？而那些在这个价格买入的人是不是就赚翻了？如果这段价格被抹掉了，那这些盈亏是不是也就是说从未存在过？币安后来确实发布了公告，说会对理财产品脱锚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金额大约是$2.83亿。但不要忘了，币安公告中提到的$2.83亿的赔偿针对的是理财产品，是在暴跌当中脱锚被清算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他们赔的是理财系统的损失，而不是合约系统的损失。理财产品清算和合约的爆仓其实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系统，一个发生在理财端，一个发生在交易端。那些在$0.001被插针爆掉的多头，或者是说在正常价格做空却被自动减仓机制爆掉的这些空头，他们的损失币安从头到尾就没有提到过，也没有公布受影响的规模，更没有说明是否会给予赔偿。这个是第一个黑幕。当交易所能改写历史价格，它也能够决定承认哪些损失，不承认哪些损失，而亏损的散户呢，无能为力。接下来呢，我们就聊聊第二个黑幕，这个呢更隐蔽也更狠，叫做 ADL， 全称自动减仓机制 Auto Deleveraging。还记得我们刚开始所说的那位观众的留言吗？他币安做套利，11月11号的那天明明是盈利的头寸，但仓位却被强行的给关闭了。赚是赚了，但没有想象的那么多。这个就是 ADL 自动减仓机制所引起的。几乎所有的中心化交易所，币安、OKX、Bybit、Bitget 都有这个机制，但95%的用户根本就不知道。要理解 ADL 呢，先得明白永续合约的本质，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你的盈利一定来自于别人的亏损。如果所有的多头都被爆仓，那空头虽然账面上赚钱了，但这笔钱其实没有人来买单。举一个例子，假设10月11号在币安上有1000人做多比特币，另外1000人做空比特币，突然价格暴跌，从12万跌到了10万，多头全军覆没。这个时候空头账面盈利可能有10亿美元，但多头实际亏损只有5亿美元。那另外的那5亿谁来支付？交易所只有3种选择，第一种，自己掏钱兜底，这个形成了坏账 ，FTX 就是这么倒下的。第二种，让空头拿不到全部的盈利，通过资金费率调节，但资金费率调节太慢，极端的行情根本就来不及。第三种，强制平掉一部分空头的盈利仓位，这个就是 ADL。几乎所有的交易所选的都是第三种，也就是说，牺牲你的盈利，保住平台。10月11号暴跌，比特币从12.25万一路砸到了10.2万，全网爆仓200亿美元。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实，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场暴跌当中，也有一部分空头明明方向选对了，却因为 ADL 被强制减仓，利润被平台收走了一部分。简单来说，200亿是多头亏的钱，但空头也不一定赚得到，因为平台会在极端的行情里边把你的盈利先拿走一部分。这个就是 ADL 的残酷。币安在事后根本没有在公告里边提到自动减仓机制这几个字儿，他们没有公布多少人被 ADL， 也没有说涉及多少资金，更没有提会不会赔偿。S 上呢有2类典型的反馈，第一种呢，我做空赚了50%，突然被平仓，盈利被截断，最终还是赚，但拿不到我应得的全部。第二种呢，是我的套利头寸被 ADL 了，对冲失效。
其他平台的保证金不足，结果连锁爆仓，对冲被打断，由盈转亏，直接遭受重创。ADL 最恶心的地方在于，它惩罚的往往是专业的交易者，比如说套利者，他们玩法是这样的：在币安永续合约做空比特币，同时呢，在现货买入比特币，或者在其他的交易所买入，靠中间的资金费率来赚钱，这是一个完全的对冲的头寸。理论上没有方向性的风险，但如果 ADL 触发，空头合约被强平，现货多头还在，对冲呢瞬间失效，账户直接暴露在价格波动的风险之中。10月11号的那天就有大量这样的案例，套利者的空头被 ADL， 现货多头还在，比特币继续下跌，现货亏损，几周的资金费率利润瞬间归零。更离谱的是，甚至还有人连 ADL 都没有触发就直接被强平了，空头被清掉，多头还在，整个的对冲结构被瞬间打爆。有一名交易员呢在 X 上指出，在 Lighter 和 Extended 上同样的套利头寸安然无恙，问题出在币安自己的系统上，而不是行情。再比如说跨币种价差交易，有些人呢在币上做多 BTC 的永续，同时做空 ETH 的永续，赌的是 BTC 相对于 ETH 的涨，这也是一个对冲的头寸。如果 ADL 平掉 ETH 的空头，但 BTC 多头还在，这个账户立刻变成了单边的多头 BTC， 一旦行情反转，原本的对冲结构就彻底的崩溃，不仅利润没了，还可能直接爆仓。10月11号的那天，大量的价差交易账户先被 ADL 平掉了一边，再被另一边爆仓，双杀。而这些人呢，本来是在做风险中性的交易，结果却被交易所的机制强行变成了单边赌徒。更残酷的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同一个规则下玩，还有一种你可能不知道的存在——特权阶级。在币安、OKX 这些交易所当中，有些账户居然享有 ADL 的豁免权。虽然交易所不会公开说，但有强烈的迹象和行业分析表明，一些大客户、一些做日商、一些特殊的账户享有 ADL 豁免权或者是优先权。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当未平仓合约严重的失衡的时候，交易所必须强制减仓一部分盈利和头寸，但这些特权用户排在最后，那谁先被平仓呢？是你，是我，是所有的普通交易者。本来 ADL 的风险应该按照盈利的大小和杠杆率公平分摊，但如果头部20%的账户拥有豁免权或者是优先级，那剩下的80%的人就得替他们扛风险。这个就好比一群人坐在一起 AA 的去吃饭，你老老实实的掏钱吃饭，结果呢，有些人是拿着优惠券来的，他们甚至1分钱都不用掏，但吃的和你一样多。最后呢，你不仅要支付自己的这一份，还要替他们来补这笔账。最令人失望的是，交易所不会告诉你 ADL 的优先级的算法，不会告诉你有多少的账户拥有优先权，不会告诉你你排在了第几位。我们以为我们在一个公平的风险池里边，但实际上呢，你可能是第一批被牺牲掉的。那么中心化的交易所里边的 ADL 到底有多频繁呢？他们从来不会公开 ADL 的触发频率，也不会说明涉及的资金规模。但我们可以从侧面的去推算出一些端倪。每当资金费率触及上限，比如说正负0.75%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意味着市场出现了严重的失衡，而这往往正是 ADL 触发的时刻。根据统计呢，仅2024年1年，币安上就至少有15次山寨币的资金费率达到了极端值。更巧的是，每次这种情况出现以后 ，X 上都会出现大量的关于 ADL 的投诉，但几乎从来没有官方的正式回应。他们不会告诉你 ADL 什么时候触发，更不会告诉你是谁被减仓了。而 DEX 呢，去中心化的交易所在透明度上要比 CEX 上做得更好一些。以 Hyperliquid 为例，同样它也有 ADL 机制的存在，但在10月11号的那天首次大规模触发以后，它把一切的数据全部公开，2万名用户，161种的代币，3.5万次的强制平仓，涉及资金12亿美元，全部都写在了链上，可验证。而反观币安、OKX 这些 CEX 只会在用户协议里边埋上那么一句，极端的情况下可能触发 ADL， 然后呢，什么时候触发，触发了多少次，影响了多少用户，一概不说。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让你知道。有人可能会说，币安明明有写 ADL 啊，没错，他们确实写了，还专门做了教学页面，还有视频，里面说得很明白，自动减仓是强平流程的最后一步，只有在风险保障基金接受不了破产仓位的时候才会触发。ADL 的排序规则也很简单，有2个因素，盈利和杠杆，赚得越多，杠杆越高，排位就越靠前。他们甚至还给了公式和指标，告诉你仓位在 ADL 队列里的风险等级，让你心里边有数。但问题在于，币安只告诉你怎么排，却从来不告诉你什么时候真正的去动手。没有人知道 ADL 过去1年触发了多少次，涉及了多少资金和多少用户，有没有特殊的账户拥有优先权或豁免权，这些信息完全不公开，也无法验证。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规则你知道一半，但另外一半你永远也看不到。CEX 上永远掌握着真正的触发权和解释权，你只能被通知、被平仓，而无法验证它是否合理。以上的这些呢，其实只是开始。币安改 K 线，币安的 ADL， 这些只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那么看不见的呢？黑幕之一，插针收割。据不少交易者反映，有些交易所在极端的行情当中，疑似刻意制造插针，触发止损单，然后呢，价格迅速拉回。黑幕之二，选择性的爆仓。有用户称，这些平台在强平的时候可能会优先爆掉盈利最多的账户，而不是保障金最低的。黑幕之三，前端滑点。不少人表示，他们看到的价格和实际的成交价可能存在1%到3%的差距，尤其在行情剧烈波动的时候。黑幕之四，流动性造假。有交易者质疑，很多小币的深度只是看上去很深，真正你下大单的时候，流动性根本就对不上。这些呢，其实早已是圈子里边公开的秘密，只是没人愿意站出来说出来。为什么交易所敢这么干呢？你打开任何一个交易所里边的用户协议，翻到最后一页，几乎都能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在极端的市场条件下，平台保留调整、暂停或者是修改任何交易参数的权利。用户理解并接受，在异常的情况下，平台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系统稳定。翻译一下就是说，我们想怎么改就怎么改，而你已经同意了。有人可能会问，那我不同意行不行？不行。你不同意你就别用，这个就是中心化交易所的权利。当你把钱存进去的那一刻，它就已经不完全是你的了。那普通的散户该怎么办呢？第一个策略，永远不要把所有的资金放在一个交易所。我的建议是，主流交易所选择2到3家，每家呢最多放30%到40%的资金，剩下的20%到30%放在你自己的钱包里边。还是那句话 ，Not your keys, not your calls。第二个策略，合约就是赌啊，远离合约，珍惜生命。我们已经说过好多次了。ADL 机制、插针的收割、极端的滑点，这些风险在高杠杆下都会被无限的放大。如果你一定要玩合约 ，BTC、ETH 最多3到5倍，主流的山寨最多2到3倍，小市值山寨最好别碰合约。第三个策略，用10分钟看看你签的用户协议。重点关注这么几条：有没有 ADL 机制？什么时候会触发？交易所在极端的行情下拥有哪些权利？争议发生的时候如何解决问题？知道这些规则，才能不被规则所玩死。最后的一个策略，尝试使用中心化交易所。DES 呢，虽然有缺点，比如说滑点大、手续费高、体验差，但它有一个 CEX 永远也做不到的优势。没有人能改变你的数据，没有人能够强制平你的仓，没有人能够冻结你的资金，一切都在链上，透明、可验证、不可篡改。好了，今天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来快速的总结一下。第一，交易所可以修改历史，币安改 K 线的事件告诉我们，你看到的数据不一定是真实的。第二，你的盈利不一定是你的， ADL 机制可以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强制平掉你的盈利头寸。第三，游戏规则不平等，有些账户有豁免权，有些没有，而你呢，永远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边，可能属于没有豁免权的更多一点。我做这期视频呢，不是为了制造恐慌，也不是说 CEX 完全不能用，我只是想告诉你，你有权知道真相，有权知道风险，你有权要求透明度。上周五的暴跌不只是一场市场波动，它撕开了
中心化交易所最不想让你看到的那一层遮羞布，而且这个只是冰山的一角，还有多少黑幕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但我希望通过这期的视频，能让更多人警醒，能让交易所感受到来自社区的压力，能够推动整个行业变得更加透明、更加公平。好的，如果这期内容刺痛了你，也警醒了你，请点赞、转发、订阅，让更多人看到这些真相。评论区也欢迎你的分享。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黑幕？有没有被 ADL 过？有没有见过数据异常？我会置顶最有价值的留言。这里是加密星球，在这个市场保护好自己永远是第一位的。知道的越多，被割的越少。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的内容，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在外网主页。好的，谢谢，再见。